等了整整20年，那个穿着普拉达，随便一个眼神就能让你当场社会性死亡的时尚女皇米兰达，她居然真的回来了。但老头子要先给你打个预防针，这部续集跟你想象的可能完全不一样，甚至会让你怀疑自己的眼睛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点个订阅，我们现在就开挖。说真的，当初听到要拍续集，老头自己心里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毕竟2006年那部经典可是把职场毒鸡汤和时尚美学推到了巅峰。目前 IMDB 拿到7.1分，烂番茄78%，这个成绩放在续集电影里算是不错了。现在你可以在院线直接看到这场时尚圈的腥风血雨，但进场前你得先搞清楚这2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故事开始时，安迪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连赛林斯林都拼不出来的小助理了。他现在是一家独立媒体的创办人，有自己的格调，但命运就是爱开玩笑。Runway 杂志正面临数位化转型的巨大危机，甚至有可能被收购。这时候，那个女人出现了，米兰达一通电话就把安迪拉回了那个他曾经发誓再也不回去的地狱。现在的时尚圈可不是当年那个只靠几张大片就能统治世界的时代了。短影音、网红，还有那该死的演算法，把传统杂志逼到了死角。米兰达虽然依然威严，但她的权力版图正在缩小。这部片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很真实地拍出了老牌媒体在数位浪潮下的挣扎。老头自己看这段的时候，真的觉得这不是电影，这是时尚版的生存游戏啊！当米兰达与安迪在新的办公室再次对视时，那个空气凝结的感觉，哇！老头 Z 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梅姨的演技依然是满分中的满分，她不需要开口，光是一个调整眼镜的动作，就能让你感觉到那种我才是老大的压迫感。但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次米兰达的眼神里居然多了一点点疲惫感？而在另一边，我们最爱的艾米丽这下可发达了，她不再是那个天天喝咖啡算卡路里的可怜助理。他现在是 Dior 的高层主管，穿着一身利落的西装，说话比以前更毒舌、更专业。他跟安迪的重逢不再是当年的互看不顺眼，而是两大时尚强权的正面碰撞。这对当年的小圈圈组合，现在居然要在商场上兵戎相见了。第2章，我们来聊聊这次续集的核心冲突。米兰达这辈子最在乎的 Runway， 现在正面临一场毁灭性的 PR 危机。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米兰达已死的标签，说她的时尚观点已经过时，太过精英化。这不仅仅是杂志的生存问题，更是米兰达个人尊严的保卫战。而安迪被找回来，就是要用他那套非典型媒体的方法论，来帮这头受伤的母狮子重回巅峰。但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因为挡在前面的最大对手，居然是已经在迪奥尔站稳脚跟的艾米丽。艾米丽这次可不是来报恩的，她是带着资源来收购或者说并吞 Runway 的。看这两个曾经在同一间办公室战斗过的女人，现在在顶级商务会议上唇枪舌战，老头自己真的觉得这比任何动作片都要精彩。艾米丽那句“时尚圈不相信眼泪，只相信数据”，简直是全片金句。就在大家都以为这是一场典型的职场争权夺利时，电影丢出了一个大炸弹。米兰达被指控多年前的一桩职场霸凌事件，而且证据居然在安迪手中，这下好玩了。安迪面临一个终极选择，是为了正义毁掉米兰达，还是为了拯救那个曾经让他恨之入骨却又教导他成长的女人而说谎？老头在看这段的时候，真的想冲进荧幕帮安迪做决定，太煎熬了。但等等，你真的觉得米兰达是那个需要被拯救的人吗？或许我们都错了。从头到尾，这场危机可能就是米兰达自己策划的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豪赌。想象一下，你就是安迪，你手握着足以毁灭时尚女皇的核武器，但对面那个女人却在最脆弱的时候依然优雅地喝着咖啡，问你：安德利亚，你今天穿的是什么？那种被完全掌控却又不得不佩服对方意志力的感觉，真的会让人疯掉。这部片把这种复杂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职场版拍得淋漓尽致。影片的中段高潮发生在一场豪华的慈善晚宴，所有角色都在这里集结。艾米丽的侵略性，安迪的挣扎，米兰达的深不可测，在灯红酒绿和高定礼服之间激烈碰撞。这场戏的镜头调度极其华丽，让你感觉自己也穿着10公分的高跟鞋，在那个充满算计的舞池里穿梭。老头 Z 不得不说，这才是我想看的时尚大片啊！第3章，我们要来聊聊这次续集最大的争议点——米兰达的性格软化。网上很多人在骂，说米兰达不再是那个冰冷无情的恶魔了，她居然会跟安迪交心。老头 Z 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恶魔进化。米兰达意识到，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，冰冷不再是武器，温柔才是。他这种带着目的性的亲和力，反而让我感到更可怕、更深不可测。想象一下，你那个曾经天天把你当垃圾看的上司，突然在深夜的办公室帮你披上一件外套，还跟你聊起他对这个行业的焦虑，你是会感动到哭，还是会背脊发凉？
这部片儿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它模糊了恶的边界。你以为你在拯救他，但其实你只是他重返巅峰的一块垫脚石。这种职场心理博弈真的拍出了新高度。不过老头子也要说实话，有几段戏我真的看得差点翻白眼。特别是那一场关于传统杂志该不该做直播的辩论，写的简直像20年前的古董商在讨论互联网。剧本在处理现代科技这块真的有点力不从心，感觉编剧还停留在那个穿着普拉达就能统治世界的幻想里。老实说，在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快进的，但好在演员的演技救回了一切。特别是奈吉尔 Nigel 史丹利图奇，每次出场都是亮点。他跟米兰达之间的默契，那种不需要语言就能互补的灵魂伴侣感，是这部片最动人的地方。他代表了老派时尚最后的倔强，在那种被时代抛弃的焦虑中，他依然优雅地拿着香槟，嘲笑着那些不懂时尚却想统治时尚的外行人。而安迪呢？安海瑟薇这次的表现让我觉得他真的长大了。她不再是那个被动接受命令的小女孩，她开始学会利用米兰达的弱点来达成自己的目标。这种角色的成长曲线是非常扎实的，你能在她的眼神里看到那种曾经受过伤，现在却长出铠甲的坚毅。安迪跟米兰达的关系已经从师徒进化成了某种共生关系。这部片最值得深思的一点是，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到底要变成什么样的人？米兰达为了他的时尚帝国牺牲了一切，而安迪在这一集里也面临同样的诱惑。这不是一部简单的灰姑娘变身记，这是一部关于权力如何腐蚀灵魂，又如何成就传奇的职场史诗。虽然有瑕疵，但它触碰到的议题依然非常深刻。最后，老头子要给出我的最终评价了。这部穿着 Prada 的恶魔2虽然没有当年那种横空出世的震撼感，但它确实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让原班人马在20年后依然能产生新的火花。它不是那种纯粹卖情怀的烂片，它试图去讨论女性权利的转型和老媒体的尊严。虽然科技感的戏份写得有点尬，但情感核心是非常扎实的。如果你是当年那个看着第一集长大的职场新人，现在你可能已经是个中层主管，看这部片你一定会非常有共鸣。他拍出了那种不想变成当年讨厌的人，却又不得不穿上铠甲的无奈。但如果你是为了看什么惊天动地的时尚对决进场的，那你可能会觉得节奏稍微慢了一点。这是一部需要一点人生阅历才能品出味道的成年人童话。老头 Z 给这部片的最终分数是7.5分。虽然它没有第一部那么经典到可以反复看100遍，但作为一部睽违20年的续集，它绝对对得起你的电影票钱。真的，去院线看梅姨飙戏就值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米兰达应该保持那个冰冷恶魔的形象，还是你更喜欢这一集里稍微有点人情味的他？在评论区大声说出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老头 Z 的毒舌影评，记得订阅观测站。我们下部片见。That is all.